América do Sul é continente muito mágico. Aqui é uma fusão de nações culturais do mundo. Uma natureza linda e as pessoas são sinônimo com esse continente. O meu português não é muito bom， mas eu amo esse país do fundo do meu coração。我相信各位已经提前知道了，我今天要讲述的这个国家，它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不言而喻。这里有桑巴舞、足球、热带水果、亚马逊雨林等等数不胜数的文化名片和自然风景。Hola a todos, eu sou Alex， 我是一个救命人之道的游戏主播。今天我们继续不务正业，让我们走进南美洲，了解这个我本人最喜欢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——绿色王国巴西。Night Geography Time。巴西全称巴西联邦共和国，成立于1822年9月7日，名称来源于一种红色的可以被制成染料的树木——巴西红木。国旗是巴西国旗，以绿色为背景，象征本国茂密的森林资源，里面有一个黄色的菱形，代表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。等等 ，Alex， 怎么啦，小亚？你说的不对，你这个大傻子啊？为什么啊？那你听好了，大傻子。巴西现在的国旗其实来源于巴西帝国时期的国旗，当时的国旗是王室的象征，绿色代表巴西第一个皇帝佩德罗一世所属的布拉干萨王朝，而黄色代表巴西王后玛利亚·利奥波迪娜所属的哈布斯堡家族。明白了吗，大傻子？好好学学历史吧。哦，国旗中央的部分是一个深蓝色的圆圈，是曾经里约热内卢天空的颜色，里面包含27个星星，代表巴西的26个州和首都联邦区。中间的白带上面书写着国家座右铭：秩序与进步。国徽是巴西国徽，底部是光芒，外面是咖啡和烟草枝条，是巴西的主要农作物。中央的图案包括一个金绿相间的五角星和一个蓝色的圆形盾徽，上面有南十字星座。星星的含义与国旗一样，下面有一把银色的剑和一条弯曲的白带饰条，书写着联邦共和国巴西和共和国成立的日期。国歌是4月7日颂歌。我简单评价一下，这绝对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国歌之一，也让巴西人倍感自豪。地理位置位于南美洲东部，东临大西洋，西面分别与除厄瓜多尔和智利之外的所有南美洲国家以及法国接壤。等等，法国不是个欧洲国家吗？怎么能和巴西接壤？因为巴西北部有法国的海外省法属圭亚那。看来你也应该好好学地理了，还敢嘲讽我，呵呵。哼，又让你装到了。巴西的首都是巴西利亚，建在高原上，是一座经过现代规划的崭新城市，现在是国内的第3大城市。第1大城市是圣保罗，这里是拉丁美洲和南半球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。这里有南美洲最大的机场——圣保罗瓜鲁柳斯国际机场，是本国重要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。第2大城市是里约热内卢，是曾经的巴西首都，也是巴西的文化和旅游中心。第4大城市是萨尔瓦多。第5大城市是福达莱萨，
最大的港口位于桑托斯市的桑托斯港，大部分城市都位于东南沿海，且拥有庞大的河流系统。巴西的船舶交通非常发达，虽然巴西国内的机场数量排名世界第2，机票价格也很便宜，但是国内主要的交通方式还是公路，境内拥有复杂的交通网络，只是一些偏远地区公路设施相对落后，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。政治体制是联邦制总统制立宪共和国，现任总统是卢拉达西尔瓦，于2023年1月1日宣布2次就职，是巴西的第35和第39任总统。2023年全国总人口约为2.16亿，排名世界第6，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5人。2022年全国总 GDP 约为1.9万亿美元，人均 GDP 约为8800万美元。全国共分为26个州和1个联邦区，巴西国内横跨4个时区，分别是-2到-5。官方货币是巴西雷亚尔，道路通行向右行驶，国际电话区号是+55，互联网顶级域名是.B2，家用电源电压是220伏或127伏60赫兹，电源插头是双角圆形或双角圆形加圆形接地角。作为南美洲最大的国家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片土地上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。Physical geography. 巴西位于南美洲东部，总面积约为851万平方公里，占南美洲总面积的46%，是世界上第5大的国家。东西长约4400公里，南北长约4300公里。陆地边界线长约16900公里，海岸线约为7500公里。地形方面，全国一共分为5个地理区域，它们分别是：最北部是由砂岩构成的圭亚那高原，地势相对平坦，平均海拔在1000米左右。这里有整个巴西的最高点内布利纳峰，海拔2994米。紧接着就是亚马逊雨林地区，约占总面积1/3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平原，地形起伏不大。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完全被淡水包围的岛马拉若岛，面积约为40100平方公里，也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河中岛巴纳纳尔岛，面积19162平方公里。中部和东南部是巨大的巴西高原，约占总面积的2/3，是世界上第2大的高原，平均海拔也在1000米左右。它沿着东部海岸线有一个陡峭的断崖。紧接着就是巴西沿岸平原地区，是巴西最小的地形区域，海拔较低，主要由平原和沿海低地组成，是巴西主要城市的所在地。最东侧有巴西的岛屿地区，包括费尔南多、迪诺罗尼亚群岛、圣佩德罗和圣保罗群岩、特林达迪和马丁瓦斯群岛等。中西部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潘塔纳尔湿地，它是一个缓坡盆地，地势平坦。最南部主要是平原和丘陵。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河流网络之一，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水流量最大、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。巴西还有其他重要的河流，如圣弗朗西斯科河、巴拉纳河和乌拉圭河，其中巴拉纳河的支流伊瓜苏河就有世界上第3大瀑布。伊瓜苏瀑布是联合国的世界自然遗产。境内最大的湖泊是帕斯托湖，是一个巨大的泻湖，面积大概是9850平方公里。潘塔纳尔湿地地区接收高原地区的径流水，在雨季会被淹没，形成一个浩瀚的水域，并通过巴拉圭河及支流缓慢排放；而在旱季时则为干涸，露出沼泽和草原。气候方面，亚马逊地区被赤道穿过，属于热带雨林气候，全年高温多雨，植被主要是热带雨林，包括高大树木、藤蔓和灌木等。巴西高原地区属于热带草原气候，气温高，降雨量适中，分为旱湿2个季节。植被主要是大片的草原和灌木丛。沿海地区属于季风气候，平均气温比较舒适，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。植被主要是热带雨林和落叶溃林。南部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，冬季凉爽，夏季温和，降雨均分布于4季。植被主要是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。生物方面，巴西的动植物类型十分的丰富，拥有超过55000种植物类型。著名的植物有巴西红木、巴西胡椒、棕榈、亚马逊王莲、巴伊坚果等，也有1万多种动物，包括水豚。Nice。美洲豹、食蚁兽、巨型球鱼、巴西貘、金狮狒狒和毒箭蛙等。此外，巴西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铁、铝土和锰矿的产地。另外，如钴、黄金、镍、铅、稀土、石油等产量都位于世界前列。总的来说，巴西可以说是南美洲自然条件最好的国家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下这片土地在自然滋养下诞生的文化。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e.
因为历史和政治原因，巴西的民族构成非常复杂，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。根据官方统计，白人占据47%，大部分都是葡萄牙裔，但南部地区大多数都有欧洲血统，他们是19世纪意大利、德国、波兰等国的移民。混血种族占据43%，黑人占据7%，亚裔占据2%，印第安人或其他民族占据1%。巴西的官方语言是巴西葡萄牙语，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之葡萄牙语的变体，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葡萄牙语。这也是一种复杂的语言，运用了很多其他语言的介词，不同地区的口音也会有一些不同。我在下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语言。Onde Judas Baduas Badas, Medelos Pas pelas mãos, Aquilo de Dite Mato Gato, Cavalo Dado não se along dentes, Águas passadas não movem moinhos, Onde Sadoki Marco Banhado。巴西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，主要信仰基督教，其中天主教占大多数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社区，占据总人口的65%，新教占据22%，其他宗教和无神论者占据13%。宗教节日方面，巴西最出名的节日当属狂欢节，在复活节的前4天举行，是一场盛大的街头游行，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，跳舞、唱歌、游行。这个节日源自葡萄牙，是为了在斋戒期之前放纵一下国内其他重要的节日，有圣诞节、复活节、圣约翰节、邦芬节以及南部地区的10月啤酒节等。巴西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巴洛克和现代主义风格，加入了欧洲、非洲、南美洲的文化元素。知名的建筑有旧式基督像、圣保罗主座教堂、巴西利亚大教堂、巴西议会大厦、巴西国家博物馆等。巴西的音乐以节奏感强烈、充满活力和热情，搭配快速而流畅的桑巴舞以及臀部的摆动和钢鼓的节奏而闻名，这也成为了巴西非常著名的文化名片。另外，巴西人对于美的追求是极致且独特的，这种追求是不分年龄的，他们不会吝啬展示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你经常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人们穿比基尼和短裤，他们也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，通过健身、节食、整形等方式来打造自己理想的身材。巴西也是全球整形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同时他们也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国家。足球是巴西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，也是一种国家的象征和认同。举办了1950年和2014年2届世界杯，国内有超过600支足球俱乐部，知名的俱乐部有帕尔梅拉斯、桑托斯、弗拉门戈、圣保罗、巴西国际等。巴西国家队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队之一，是唯一一支曾5次夺取世界杯冠军的球队，诞生了很多知名的足球巨星，如罗纳尔多、卡卡、罗纳尔迪尼奥、内马尔等。另外，巴西柔术、排球、篮球、网球、田径、游泳等运动也在巴西很受欢迎。其他知名的运动员有埃尔顿·塞纳、安德森·席尔瓦、泰莎·梅内塞斯、拉菲拉·席尔瓦等。其他领域知名的人物还包括吉塞尔·邦辰、爱丽丝·布拉加、罗德里戈·桑托罗、阿德瑞纳·利马等。巴西的美食受到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影响，有着丰富多彩的口味和风味，以肉类、豆类、米饭为主。知名的食物有巴西烤肉、豆饭、芝士面包球、brigadeiro 等。当然，巴西的美味也少不了自然的馈赠，百香果、腰果、菠萝、芒果等都是本国重要的水果。所以，巴西的文化是自由、包容、热情且奔放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历史。Historical origin development。巴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，印第安人来到巴西，定居在亚马逊一带。后来，图皮人部落离开了丛林，迁移至平原地带，开启了半游牧的生活。公元1500年，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·阿尔瓦雷斯·卡布拉尔发现了巴西，并宣布其为葡萄牙的殖民地。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，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了种植园经济，大力开采巴西红木，并引进了大量非洲黑奴。之后，葡萄牙与西班牙短暂合并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，巴西也开始向亚马逊雨林扩张，拥有了现在的版图。后来，荷兰从西班牙独立，巴西曾经短暂落入荷兰手中，但是英荷战争之后又重新被葡萄牙夺回。19世纪初，那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的局势，葡萄牙全境被法国
占领葡萄牙王室逃亡的巴西，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流亡政府，并将其提升为王国的一部分，成为了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。随着巴西可以和葡萄牙平起平坐，葡萄牙的国力也渐渐衰落，且意图去掉巴西元首国王的称号。巴西也对于葡萄牙的压榨感到十分的不满。1822年9月7日，巴西在佩德罗一世带领下宣布独立，成立了巴西帝国。1889年11月15日，巴西帝国被推翻，成为了巴西合众国。巴西接受了大量的外国移民，凭借咖啡、橡胶的出口，迎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。但是好景不长，30年代巴西的经济遭到重创。同年，瓦加斯成为了巴西总统，巴西开始成为一个工业国。1954年，巴西被军政府接管，开启了军政府独裁时代。1960年4月，巴西首都正式迁往巴西利亚，资金外流以及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日益严重，巴西国内的局势变得动荡不安。1985年，巴西民主制度恢复，又经历了一系列经济改革，包括开放经济、减少政府干预和推动私有化等措施，让巴西的经济稳步成长。巴西还实施了全民医保制度，为所有巴西公民和合法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。国内的支柱产业是服务业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3%，主要集中在餐饮、旅游、住宿、休闲、健身等领域。巴西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大国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、橙子、鸡肉和蔗糖的出口国，同时也是大豆、棉花、玉米、烟草、牛肉等的主要生产国之一。另外，巴西的制造业也不容忽视，包括汽车、飞机、化学制品、纺织品、钢铁和电子产品等领域，让巴西成为了南半球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巴西在国际上到底有哪一些朋友。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. 巴西的外交政策奉行国家独立、民族自决、主权平等、不干涉内政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政策，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，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，全力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首先，巴西和前殖民地葡萄牙在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和交流，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，还与其他8个葡语国家组成了葡语国家共同体，以促进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合作。中国和巴西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，互相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。两国在基础设施、能源、农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项目。阿根廷和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2个国家，也是巴西在南美洲最亲密的国家之一。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日益增长，同时在政治、文化和科技等领域也有密切的联系。此外，巴西和阿根廷还共同推动了南美洲的一体化和发展，成为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合作伙伴。巴西最亲密的国家是美国，美国是第一个承认巴西独立的国家。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较强的联合感，尤其在气候变化、人权、民主等方面，美国也需要巴西的支持来应对南美洲和全球的挑战。美国是巴西的第2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。此外，两国在政治、安全、科技、文化等领域也有着密切的合作。巴西还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、南方共同市场、22国集团、77国集团等组织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。Summary of the problem dispute. 巴西是一个拉美国家，因为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原因，这个国家也面临很多问题。首先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巴西失去了超过45万人的生命，也摧毁了许多人的生计。巴西正在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，经济长期低迷，导致数百万人失业，通货膨胀加剧，贫富差距明显，无数企业倒闭，国内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。国内的治安环境不佳，也导致暴力犯罪频发。亚马逊雨林也长期存在非法采伐、盗猎等行为，导致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破坏，也进一步加重了水土流失、温室效应、洪水灾害等恶劣后果。总之，巴西是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元文化、热爱足球和舞蹈、热情奔放、魅力无穷的国家。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对于巴西的了解还是有限的。我会在未来通过视频电话或者其他形式联系我的巴西朋友，让他们来解答我的一些问题。感谢收看我的这一视频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。下期奇人地理时间，让我们走进西亚，带你们了解这个位于阿拉伯中心的国家——约旦。